歡迎嚟到本頻道。今日我哋會介紹一下本地嘅一條非通勤鐵路——機場快線。機場快線，英語 Airport Express， 簡稱機鐵，通車前計劃叫做飛翔快線，係港鐵營運嘅鐵路線之一，屬於機場鐵路嘅一部分。喺1998年7月6日，隨着興建於赤鱲角嘅赤鱲角機場正式啟用，同時通車。模式上屬機場聯絡軌道系統，連接位於香港新界離島區赤鱲角嘅香港國際機場同中西區中環的香港站，共設有5個站。由於依條路線連接咗香港國際機場，同埋以特快形式運行，故得此名。路線由香港站開始，經過西區沉管隧道、西九龍填海區同青衣島，連接到位於離島區嘅香港國際機場。最後以博覽館站為終點站，係香港現時唯一連接機場至市區嘅鐵路線。自從博覽館站喺2005年12月20日啟用之後，機場快線就增至5個車站，其中3個市區車站都可以轉乘其他港鐵路線。香港站及九龍站為地底車站，青衣站同機場站為架空車站，而博覽館站為地面車站。全數係側式月台。香港站同九龍站更加設有市區預辦登機服務，亦曾經設有機場快線穿梭巴士服務。機場快線在路線圖中以藍綠色代表。1980年代末，當時嘅香港總督衛奕信決定喺大嶼山嘅赤鱲角興建新機場同多項配套工程，其中包括機場鐵路，組成香港機場核心計劃，以取代已經飽和嘅啟德機場。當時政府邀請地鐵公司負責興建大嶼山機場鐵路，以連接新機場至市區。但是因為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香港機場核心計劃嘅造價，尤其係機場鐵路，同英國政府出現嚴重分歧，英方要作出多項讓步後，包括機場鐵路由原來的4軌設計更改為雙軌設計，先達成到協議。最終機場鐵路成為2條地鐵路線，分別係東涌線和機場快線。機場快線喺1998年7月6日連同新香港國際機場一併啟用，通車初期設有6卡載客車卡同1卡行李車卡，票價由香港、九龍及青衣前往機場站嘅票價分別為100元、90元同60元，之後提供7折優惠，至2001年7月恢復正價。2005年年底，因應博覽館站啟用，改為7卡載客車卡同1卡行李車卡。同年12月20日，位於機場東北面嘅亞洲國際博覽館啟用，地鐵機場快線亦於當日伸延至新建嘅博覽館站。該站位於赤鱲角北面。原本喺機場快線嘅掉頭月台，因亞洲國際博覽館工程而進行改建。港鐵機場鐵路 ATTRANSCAF 列車，英文 Lantau Airport Railway ATTRANSCAF Train， 簡稱 La Train 或 CAF Train， 係港鐵公司，前稱地鐵公司，為其東涌線及機場快線而購入嘅列車。該列車由西班牙嘅 CAF以及德國與瑞士的 ATTRANS 2001年由加拿大龐巴迪公司收購，現為阿爾斯通旗下製造。機場快線全線11列及東涌線12列列車均用此電動列車。依種車係香港歷史上第一款非由英國廠商製造嘅通勤型電動列車。機場快線和東涌線嘅行走路段較市區線長及站距較遠，有見及此，所以行走該兩線列車都採用流線型設計同內嵌式車門。依款列車的設計最高時速係140千米每小時，是世界目前最高速嘅通勤型載客列車之一，最高營運時速為135千米每小時。另一款速度是相等於東涌線韓製列車、近畿川崎列車及屯馬線中國製列車，加速率1米每平方秒，減速率1米每平方秒，緊急剎車減速率1.3米每平方秒。牽引系統為使用 GTO 元件嘅 VVVF 逆變器，是前地鐵首款使用交流傳動技術嘅載客列車。然而，
由於列車奇氣密設計，英文 Hermetic Seal 並唔係好似高速鐵路列車咁優越。當列車喺隧道高速行駛時，因氣壓關係，風會經過門邊縫隙滲入車廂，以致造成哨聲同噪音，而且時有乘客的耳部產生不適情況出現。由於進出隧道時特別明顯，有好似乘坐飛機一樣嘅體驗，亦有傳港鐵機場快線和東涌線的行車隧道較窄，亦是原因之一。乘客可以吞口水或以其他的方式來緩解耳部不適的情況。本列車係港鐵系統中首款採用 VVVF 技術嘅載客列車，而本列車亦設有再生制動，可以將列車制動時候所產生的動力循環再用，減少無用嘅熱被排走。此外，列車嘅制動速度亦比市區線現代化列車稍高，但係最高制動率比市區線現代化列車稍低。本車嘅最高制動率為 1.35 米每平方秒。市區線現代化列車嘅最高制動率為 1.4 米每平方秒。呢款列車係港鐵首度採用嵌入式車門嘅列車型號，隔音效果比市區線現代化列車良好。車門同其機械組件由 CAF 及德國 SCHALTBAU-Bolt 製造，車門控制軟件由德國 Bamag of Düsseldorf 提供。注意，機場快線列車每卡只有2隻車門，除行李卡5隻車門外，且車門闊度比東涌線列車稍窄。此型號列車將唔會進行任何車輛翻新工程。2020年1月2日，中國中車喺微信公佈與港鐵簽訂咗總計約38.2億元人民幣嘅地鐵車輛及配件銷售合約。港鐵認為，就要更新東涌線同機場快線列車進行計劃，經過詳細考慮包括市場情況等後，有意在2015年同青島4方簽訂的合約基礎下，即市區線願景列車，簽訂補充協議增購列車，替代車齡逾20年、車況不佳且尚無翻新計劃嘅東涌線及機場快線列車。訂單或會包含供其他路線加班，或用以替換其他車齡快達20年但仍然未有翻新計劃嘅列車。當機場鐵路願景列車投入服務時，均會逐步退役。乘搭機場快線嘅旅客，可以選擇喺香港站或九龍站先辦理登機同行李寄艙手續，而無需喺機場再次辦理。青衣站則冇類似安排。市區預辦登機手續是全球首創，其後亦有其他地區仿效上述安排。而機場快線喺香港站至九龍站、青衣站經欣澳站至近小蠔灣車廠嘅一段與東涌線列車共用部分路段，但當列車駛進車站時，會使用各自嘅月台。喺車站設計上，機場快線沿途各站嘅主題色彩都冇跟隨當時其他地鐵站以七彩顏色區分。根據現任港鐵總建築師指出，原因係此路線可以看待成機場嘅延伸，從離島區嘅大嶼山連接到市區，無論喺線上任何一站都感覺身處機場入面，所以均以灰色為主調。香港機場嘅建築師霍朗明曾於1980年代負責設計中環嘅香港匯豐總行大廈，佢大部分作品個人喜好採用灰色調，亦解釋咗點解依種顏色會得到採納。1998年7月至2003年8月係搭機場快線來去如飛，而2003年9月至現今係愉快就在這裏。籌劃建設機場快線和東涌線時，正值1990年代香港回歸前嘅幾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擔心大興土木會耗盡香港財政儲備，為咗達到節省成本嘅要求，港英政府最終不得不修改設計以減少開支，故設備並非全部切合需求。設計上嘅問題包括：一、放棄兩線四軌設計，改為部分雙軌設計，會導致共用路軌上發生事故時，兩線列車服務皆受影響。二、青馬大橋、馬灣架空道路同汲水門大橋，鐵路部分結構改為只容納上下行各一列列車，成為兩線班次嘅樽頸，使此路段嘅班次
限制於每2分15秒每方向先可以有1列列車通過。3. 信號系統嘅功能有限，無法分辨機場快線或東涌線優先駛入後續路段，有時更令機場快線列車未能優先駛入青馬大橋段，或需要停車等候東涌線列車通過青馬大橋段。4. 供電系統功力欠佳，設計令市區段，即係九龍至荔景段，需要限制進入嘅列車數量，例如機場快線九龍站至荔景段只可有1列列車，東涌線奧運站附近為2列，奧運至荔景隧道入口亦為2列，全部以單向計算，否則會因為用電量過大而發生意外。東涌線在該段以3.5分鐘一班行駛時，甚至會動用所有備用嘅電流變壓器，即班次不可再提升至比3.5分鐘一班密。如有必要提升班次，亦需先進行電力工程。作為中環第3期填海工程嘅一部分，香港站東面的將會建造4條長約500米的明挖回填隧道，連接香港站，稱為香港站延展吊車隧道。由於現時亦有乘搭機場快線嘅乘客，可以由1號月台原車返回機場，鬆而利用票務系統嘅漏洞逃票。當該工程完成後，屆時機場快線列車將會使用位於1號月台對側的已預留2號月台作為落客之用。機場快線2月台的相應路軌之間以牆壁完全分隔，有望杜絕以上情形。睇完呢條片，希望大家對機場快線有更深嘅認知啦。我哋下次再見。